2025年5月20日，工商银行、农业银行、中国银行、建设银行、交通银行、邮储银行6大国有银行均宣布下调了存款利率，其中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首次跌破1%大关，降至0.95%，活期存款利率也同步下调至0.05%。之后，招商银行也宣布下调了存款利率，降幅与国有大行相当。此次调整也是继2024年国有大行第5次降息后的又一举措，标志着中国存款利率正式进入一时代。与之相对应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也有调整，其中1年期 LPR 为 3%，5年期以上 LPR 为 3.5%， 均较此前下降10个基点。综合此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4月份社融数据，中国的金融走势的脉络就更加清晰了。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，2025年4月新增人民币贷款走弱至7300亿元，新增社融减少1990亿元，为2005年10月以来首次收缩。这一现象表明，当前经济面临的收缩压力为近20年来都未曾出现过。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。社融全称社会融资规模，说白了就是经济各群体、居民、企业、政府对借钱贷款的需求量。4月新增社融规模负1987亿，是2005年10月以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，同比去年4月减少了1.4万亿。我们先简单对4月份社融数据拆解分析一下，企业、居民、政府3大核心部门的贷款需求都在负增长，所有人都不愿意借钱了。这不难理解，房价跌了，收入少了，居民不愿意买房，也不愿意透支信用卡消费，居民贷款减少。需求不好，供给过剩，工业品价格持续下跌，利润减少，企业不愿意投资扩大生产，企业贷款减少。土地卖不出去，地方城投债务高企，能够提供优质回报的基建项目基本已经都被开发了，政府贷款减少。而一直支撑中国经济的政府债券融资规模也在缩减，4月政府债券净融资负增长近1000亿元，比2023年4月减少5532亿元。企业债券的融资规模也在下降。那不成啊，得按合同办呢。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。事实上，国内居民的消费意愿低迷，甚至华人首富李嘉诚也开始7折甩卖北京住宅项目玉翠园。据财联社的报道，李嘉诚旗下企业长实集团开发长达20余年的住宅项目玉翠园，该项目位于北京朝阳区东四环，近日推售新一批房源。该项目高层项目均价降至7万元每平方米，总价最低980万元起，较去年开盘价格下降近100万。除高层户型降价，玉翠园的别墅项目价格也在下调。别墅产品因为总价较高，这次价格降的也挺多的。别墅面积最小的户型是345平方米，降价后总价2900万元起，单价在8.5万元至8.6万元之间，而之前总价在3200万元至3300万元左右。据悉，玉翠园项目从拿地至今已开发了23年，是当年李嘉诚进入北京的第一个住宅项目。按照该项目此前9.07万元至9.97万元每平方米的备案价计算，本次销售价格较备案价最高价相当于打了7折。由于该项目拿地时间很早，土地成本极低，尽管降价出售，也有较大的利润空间。在开发商决定降价后，为补偿去年高价购房的老业主，玉翠园此次提供了2种补偿方案。一种是补装修，按照每平方米一个固定的价格为老业主进行装修；另一种是补差价，按照不同户型给予80万至100万元价格不等的补贴。安排。
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开发商都有能力安抚老业主的。在南京，港股上市公司中海地产多个在售楼盘，同时祭出6折左右的大降价促销、折后价格，甚至击穿楼板价，全南京地产界直接被惊得目瞪口呆。疯狂降价引发老业主围堵售楼处，最终不得不报警来平息事态。有句话叫不降价等死，降价了就是找死。打折卖房，牺牲利润，说到底还是对资金流动性的一种策略。但是眼下的形势对于开发商来说只能走一步看一步，特别是那些本身价格和条件都没有优势的刚需楼盘，必须要加速清库存。操！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。2025年初，美国对华商品实施的关税一度高达145%，尽管5月12日中美双方达成协议，将关税暂时下调至30%，中国对美商品关税也从125%降至10%，但这一为期90天的关税休战并未完全消除不确定性。关税战对出口导向型企业的打击，进一步削弱了国内消费能力，加剧了房地产市场的低迷。出口企业的利润下滑和裁员，导致居民收入预期下降。专家预测，若美国对华关税长期维持在高位，如30%或更高，中国2025至2027年的 GDP 增长可能减少0.6至2.5个百分点。尤其是对中国制造业投资和消费信心的打击，可能进一步抑制内需。此外，人民币可能面临贬值压力，预计到2026年底可能贬至7.45对1美元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关税战加速了全球供应链的去中国化。多重信号都在表明，中国经济正步入一个深度调整期。从存款利率跌破1%，进入历史性的利率异时代，到社融总量的罕见收缩，再到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松动与信心滑坡，内外部压力正同步显现。一方面，货币政策持续宽松，意在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，但无论是居民、企业还是政府部门，对新增信贷的需求均在走弱，反映出当前市场的核心问题并非资金供给，而是预期转弱与信心不足。另一方面，外部冲击未见明显缓解。中美关税争端虽暂获喘息期，但全球供应链重构、制造业回流等趋势仍在深刻影响中国的出口与投资环境。未来一段时间，经济如何企稳回升，将取决于政策应对的精准度，以及市场信心能否有效修复。在结构性问题愈发突出的当下，破1的利率不只是金融工具的调整区间，更昭示着一个增长逻辑正在发生深层次的重构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视频，请在留言区发表您的观点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唱戏不怕嗓门高，京东大鼓可不怕小，剃头的不怕脑瓜小啊，死猪不怕那开水浇啊。